大家好，现在我们来讲述 Madeleine Vionnet Pattern One 直筒螺旋。这个板是前片、后片都利用两个相同的矩形板片，采用斜裁的方式，直部纹螺旋结合出躯干的筒状。矩形的角则以斜纹的状态自由垂挂来呈现。这个是 Pattern One 的重点。接下来我们来进行书中板片的确认操作。
Violet 书中的第一个版我们完成了，现在将这个版1试穿在小人台上，呈现给大家看一下效果。同时跟各位介绍一下这个孔洞的用法，我们从这一侧穿到这边来。好，那我们现在实际上呢，用我们的腰带走一下这个腰带的路径。在前面绑一个蝴蝶结，好，这个呈现4片这个视角都在这个位置上面，这是我们的一种绑法。这是我们第一个版的第一种绑绳的方式。那现在我们示范呢第2种绑绳的方式。在前面第一种绑绳方式是我们的绳子穿过了每一个板片，每一个孔洞。那第2种呢，是我们在绑绳的时候呢，我们的右边第一个围巾角呢，我们把它压住，我们不穿这个孔洞过来，那所会呈现这样子的一个效果。好，那我这边稍微再整理一下，它会呈现一个左右不对称的一个比较随性的一个穿法，这是我们的第2种穿法。现在我们还有第3种穿法。刚刚呢，这一尊我们是右边，好，右边呢的这个围巾角呢，我们用那个腰带把它给围住。然后呢，这个款呢，我们现在呢，两边这个腰带呢，我们都把它给它围住。好，那我们就可以呈现出呢，整个的腰围这个是收的，然后这是我们2侧的围巾角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呢，这一个呢在后面，我们的腰带有穿过，有穿过这个孔洞。然后呢，我们还有第4个穿法。那第4个穿法呢，我们前面能够仍然维持这样子，但是呢，我们后片呢这个位置我们把它松掉，从这一侧穿出来，再从斜边这一侧穿出来。这里穿出来，后片没有穿，没有穿过我们的腰绳，后面没有穿，然后再从我们的斜边这一侧再把腰带给穿出来。穿过来以后呢，我们把它腰带在前面打个结，来，我们把它转过来了以后呢，我们看呢，我们的2个斜边，这个是收腰的，我们的腰带系在前片，然后呢，可以看到后片整个是宽松的，所以呢，整件衣服呢会呈现出呢有一个前片有个曲线的感觉，那我们的后片呢就呈现一个直筒状松下来的这样子氛围。这是我们的第4个版。深受这种版型影响的，在50年代，Balenciaga 截取了 Bilt 女士的裁剪技巧，完成了多个筒状系列。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，在这是50年代 Balenciaga 的一个作品。以前面呢来看，这个的腰是收的，是收腰的，就像是这个款式腰是收腰的，后面是宽敞的，它的后面也是宽敞的。
那这个重点在于呢，腰部这个款，它可能从两侧的斜边做了一个宽版的腰带，往后去固定住。走起路来的时候呢，整个的身形呈现前片呈现合腰，后面是宽松的摆动，就像这种款式一样。这个呢是巴兰西亚嘎呢深受 Viot 女士影响的一个范例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此直筒裁剪法在2020春夏 Acris 这个瑞士品牌的运用方式。此款呢宽松自在，搭配上合适的领子，身体的内侧呢是直筒的版型呢固定住整个躯干，而外围的围巾角呢得以自由的摆动。现在呢，我们来看一下秀场上面的一个动态表现。这个款式呢，依据我们的理解，我们复制了版型出来。我们看一下，轻松、宽松有型，搭配上合适的领子，外围围巾角自由的摆动。而我们来看一下呢，内侧一个筒状固定住身体的一个躯干。为了让各位呢能够更清楚看得清楚这个版，我把这个版呢脱下来颠倒过来，我们来看一下里面内部的结构。宽松有型的款式，来我们看一下，这是前面，我们领子在这里，这是我们的前片，筒状，侧面、背面都是呈一个圆筒状，所以呢，直筒它的整个直筒呢固定住身体。所以，当我们翻到正面来的时候，宽松有型的这个板却不受到你自己活动的影响，因为里面直筒呢已经把身体给固定住了。好，现在呢，我们再把它穿回去。然后呢，再跟各位呢看另外一个版，同样是这样子的一个系列，外围宽松有型，好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侧面，也是做筒状的一个结构，哦，所以当像这样子的衣服呢，不管我们身体做什么样的晃动，它都不会影响到整个身体的一个结构。所以直筒裁剪技法可以从20世纪初运用到现在的2024，可以持续的运用下去。基本技法是不会变的，我们只是把技法融入作品中，在技术进步的基础上不断的去改进，以适应现代社会的需求。